持续了1年多的俄乌冲突进入第2个冬天，但双方都没有停下来休整，而是计划利用冬季特殊环境组织新的进攻。据德新社12月22号报道，乌克兰空军司令尼古拉·奥列修克将军在电报社交平台上表示，乌克兰空军在赫尔松地区击落了3架俄罗斯苏34战斗轰炸机。就在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称，过去1周内，俄军在库普扬斯克、红利曼等多个方向击退乌军进攻，打击乌军人员、装备和燃料库等目标，击落乌军多架战机。在赫尔松方向，俄军继续在第聂伯河左岸等地与乌军交战，并抵御了乌方的进攻。而在此前一天，12月21号，法新社报道，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基辅的一座居民楼，并造成1人受伤。这是乌克兰首都防空系统遭到的一次罕见突破。此前 CNN 曾报道，11月25号，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这次袭击造成基辅近200栋建筑断电。乌克兰中部地区电力公司的主要架空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遭到破坏。美国动力网站分析指，无人机攻势成为俄军对乌克兰今年冬季攻势开始的标志，而乌方应对能力有限。相比去年冬季，乌军的拦截能力明显下降。越来越多西方专家和舆论认为，乌克兰今冬将面临比去年冬季更为严峻的局面。日前，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表示，已经来到第2年末尾的俄乌冲突开启了一个新阶段，无人机和电子战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媒分析指，尽管乌克兰从西方获得了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和 IRIS-T 等少量先进防空系统，但它们的数量远不足以弥补过去1年乌军防空系统的损耗。而且，俄方相对便宜的自杀无人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乌军防空导弹库存。俄方所使用的无人机单价约几万美元，相比之下，乌方的 IRIS-T 等防空导弹的价格可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在紧迫的防空压力下，乌军甚至只能用高射机枪等临时措施加强对无人机的拦截。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在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也警告称，与俄乌冲突爆发初期零星使用的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相比，俄罗斯如今能以更便宜的方式持续对远离前线的乌克兰目标进行无情攻击。乌克兰空军报告称，今年9月，俄军针对乌克兰目标发射了500多架自杀无人机，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纪录。这次俄乌冲突，那么新的武器装备大行其道啊，特别是无人装备和电子对抗装备，那么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啊。无人装备这一块，那么陆海空啊，这个不同维度的无人装备都派上了用场。俄罗斯的优势就是不愁资金，不愁生产设施，可以大量的生产。但是受制于可能某些关键的零部件或者元器件是西方生产的，那么在当下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严格制裁和禁运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如何搞到足够数量的元器件啊，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挑战。进入12月，俄罗斯迎来寒潮，部分地区出现零下50度的极寒天气。但俄罗斯国内则洋溢着希望与信心，他们将多雪的严寒的冬天视为俄罗斯的朋友，视为可以帮助俄罗斯战胜敌人的可靠盟友。2次俄罗斯卫国战争的转折都是从严冬开始的。2023年的冬天已经来临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席卷了俄罗斯大地。这场几乎没有停歇迹象的大雪已经下了半个多月，我们观察到，俄罗斯的民众越来越有信心了。俄罗斯莫斯科今年的圣诞节格外的隆重。
上个月，乌克兰曾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发起新一轮攻击。与乌克兰相对低迷的士气相比，俄方状态有所不同。12月19号，普京在出席俄国防部会议时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冲突中掌握主动权，可以自由采取其认为合适的军事行动。普京补充说，乌军遭受严重损失，后备力量正在耗尽，并强调西方不会放弃遏制俄罗斯的战略及其在乌克兰的侵略性目标，而我们也不会放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现在俄罗斯是处于主动的这样一个地位，应当说就是所谓的进可攻退可守。实际上当下啊，那么乌军所谓的反攻已经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了啊。前线的乌军经常是打个4、5发炮弹，俄罗斯那边就反打回来几十发甚至上百发炮弹啊，是这样一个局面。在同场国防部会议上，俄防长绍伊古还公开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他表示，北约国家军事人员通过在乌克兰直接操作防空系统、战术弹道导弹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方式，直接介入了乌克兰危机。与此同时，北约国家部队长期以来一直帮助乌克兰训练部队和参与筹备军事行动。此外，北约将其数百颗卫星的监视数据提供给乌克兰。因为很多武器装备实际上是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乌克兰人员没有经过长期的培训的话，是很难正常使用的。那么就由这样的一些西方人员改头换面、隐藏身份，来直接操作武器。情报方面也是这样，美国的 RC-135侦察机啊，北约的各种侦察机啊，以及西方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侦察卫星啊等等。那么他们收集的情报都是直接的提供给乌克兰，甚至于，美西方还会根据这些情报为乌克兰提供一些作战计划或者作战方面的建议啊。那么可以说也已经深度的介入了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俄国防部部务扩大会议上也表示啊，俄方目前在俄乌冲突当中掌握了主动权，可以自由地采取他们所认为合适的军事行动。邵女士是否同意普京所言？普京的意思就是俄罗斯现在掌握了主动权嘛？因为之前呢，比如说从6月份开始，是乌克兰呢在反攻。那乌克兰反攻的话呢，俄方你必然就处在一个防守状态。那现在呢，整个的攻守出现了一个转换，就是俄方呢采取了进攻行动，因为乌方的反攻呢基本上已经告停了，所以他所说的主动权。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用再被动的应付乌方的进攻了，而是可以呢自己去选择一些点。比如说，他现在的重点呢，其实是想把顿涅茨克拿下来，因为顿涅茨克之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乌克兰控制，他想着把这部分呢完全的能够被俄方控制。这样的话呢，整个顿巴斯就在俄罗斯的手里了，起码这部分说俄语的地区是被俄罗斯掌控着。但是呢，我认为要说是俄方现在能够做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自己特别愿意做的事儿，可能也言过其实了。就是尽管有一些攻势行动，但是呢，效果其实不是很明显。俄方呢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伤亡，所以说现在呢基本上还是一个僵持的局面。只能说乌方已经无力发动进攻了，但是呢，俄方也不是说想干啥就干啥。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说呢，无人机和电子战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那么在这方面，俄乌双方表现如何？无人机和电子战会对未来的战争发生多大的影响？邵女士，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呢，其实它一方面就是对无人机可能在战前它的发展不是很重视，之后呢，由于西方的制裁，它很多的零部件得不到了，所以就限制了它无人机的研发以及它的产能。所以我们就看到去年秋天开始，它从伊朗进口了很多所谓的小摩托。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把小摩托实现了国产化，就是天竺葵2。这个小摩托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呢，就是那种不需要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导航的设备，它其实是一个惯性导航，就是你发射出去之后就不用管了，它不会受到干扰，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比较门槛低一些。虽然说它打得不是很准，但是用来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也足够了。最近几波对基辅的空袭基本上是以无人机为主，因为无人机很便宜嘛，
虽然被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呢，它也比导弹呢更划算。无人机对于乌克兰来讲可能更重要，因为它缺少远程打击手段。俄乌双方对于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呢，都是在依据自己当前的这个国情，还有它当前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条件，再来规划自己的这个对无人机的这个使用。乌克兰的它的这个使用呢，更多的我们发现它都是战术层级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无人机的使用的频次，还有它使用的这个权限，要比俄罗斯这方面要低得多。我们说乌克兰是目前来讲，乌克兰武装部队是一个把无人机作战部队建立在连部上的一支部队，就是说到了连这个层级，它都有专属的无人机打击编队，它可能是一个小组，可能是一个班，也就是说一个连队它可能就能调集自己的这个无人机资源，可能就超过20架或者30架。当然这些无人机都比较小，中小型的无人机军民两用，改装，下边挂个火箭弹，挂个手雷，它就能够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一些设施啊，或者装备啊，或者人员的头顶上，然后呢进行简易的投掷，造成杀伤啊，造成恐慌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乌克兰它目前为止使用无人机的一个趋势就是，你这个电子战，俄军的电子战虽然比我要有优势，然后会造成我大量损耗，那么我就造更多的啊，我就以这个蜂群的战术来应对你。所以他这个泽连斯基他不是提出吗？目前可以保障有60万架。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乌克兰它自主生产的这样一个产能，它的目标是明年达到100万架的自主生产。这样大量的生产背后有一个这个生产能力还有这个财政支持的问题，而且呢，刚才也谈到了，两位其实都谈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呢，俄方可能现在主要是用电子战来克制，这相对来讲可能是一种比较便宜的这个反击方式或者说制约方式，而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它如果要对基辅进行攻击，或者说对纵深地带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乌克兰方面恐怕是要用防空导弹去拦截的。所谓的200万一枚的防空导弹，去拦2000美元一架的无人机，这个觉得好像是一种不成比例的防守和进攻和防守，这个双方处在一种不成比例的状态之下。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现在对乌克兰来说，可能俄罗斯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呢，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威胁了。因为这些无人机我刚才讲了，它都是那种惯性导航。虽然说它不容易被干扰，但是呢，它也相对来说更容易被拦截。现在其实乌克兰就是用德国援助的猎豹防空高炮。拦截效果呢还不错，而且它是高炮嘛，所以拦截成本比较低。我认为呢，对乌克兰威胁比较大的还是这种就是超音速的弹道导弹，包括那个巡航导弹，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拦截概率呢就要低一些。所以从俄罗斯方面来讲，要想真的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构成破坏，其实单靠无人机呢还是不行，还是要靠导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俄罗斯就是这个冬天导弹用的很少，是攒起来了在关键时刻用呢，还是说它现在的产能呢确实有点不够了？